Hello 啊，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 Tommy 嘅 channel。咁啊，上一集同大家講到，我喺美國嘅大學畢業咗之後咧，就揾唔到嘢做啦。我喺網上面賣下教科書啊，整下電話啊，過咗7-8個月。咁啊，今集咧就繼續講埋咁之後，我點樣喺土地測量嘅行業入邊做嘢咧？點樣去爬升職場嘅階梯咧？而我諗大家應該都唔係好知道啊，究竟土木工程啦、土地測量啦，同埋土地發展係做啲乜嘢，同埋之間嘅關係。所以咧，今集其實大半部分咧都係想同大家去敘述一下噶。咁啊，畢竟咧，其實 Tommy 都好希望呢個頻道咧都係講述呢啲嘅資訊為主嘅。咁我並唔係話好希望呢啲故事講得太過感性噶。咁其實啦，你喺網上面炒炒賣賣啊，整下電話咧，都可以求一餐嘅溫飽嘅。咁啊，只不過啦，當你屋企一對父母睇住自己啱啱大學畢業嘅仔啊，日日都喺屋企啊，即係所謂踎墩咧，都會覺得啊，真係唔係好掂喎嚇。咁啊，所以咧，我媽媽咧咁啊做咗一件咧係改變咗我人生嘅一件事啦。咁佢就打開當時都仲係好流行嘅電話簿或者係黃頁啦。咁啊，去問一問附近嘅華人嘅土木工程公司。問一問佢哋會唔會請一個免費嘅義工啦？咁啊，當然咧呢種嘅方法咧，我就完全冇諗過㗎嚇。咁啊，畢竟啦，我都覺得我自己係大學畢業啦，咁啊面子何存咧係嘛？不過無論如何啦嚇，咁啊佢嘅公司咧就唔係完全做土木工程嘅，咁佢其實係主力土地測量㗎。咁喺呢度咧都想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土木工程同埋土地測量嘅關係啊。咁啊，假設你有一塊地啦，咁你係3隻小豬入邊其中一隻嘅小豬啦，咁啊你想去起一間屋喎，咁啊當然啦就希望你係二哥啊，咁啊因為大哥間磚屋咧喺加州嘅話咧就一早就冧毀咗啦，咁啊你第一樣嘢要做嘅咧就係要去揾一個土地嘅測量師，咁咧佢就會去揾呢一間屋啊所在嘅嗰塊地嘅邊界喺邊度啦，佢嘅地勢係點樣啦。然後咧，你就會去揾一個土力嘅工程師，咁佢就會做鑽探㗎，幫你睇一睇呢塊地下面嘅土壤係點樣嘅狀況啦。然後根據佢嘅意見咧，結構工程師就可以去決定啊個地基啦、行車道啦等等啊啲水泥嘅厚度啊、成分啦，同埋屋嘅結構。咁啊之後咧，土木工程師咧就係會因應呢間屋嘅地勢啦，去做土地嘅平整。去做去水渠啦、污水渠嘅設計。咁當然題外話嚇，其實建築師啦、土木工程師啦同埋結構工程師咧，大家喺工作上面咧係有好大嘅重疊嘅空間㗎。咁啊，只不過啦，大家嗰個中心點有少少唔同啦嚇。咁我哋呢一度咧就唔係去深究啊。咁啊，我就同嗰個老闆見咗一個面啦。咁佢就同我解釋啊，佢間公司係做啲乜嘢嘅咧嚇。咁我都覺得OK喎，咁咪決定之後嗰日去返工咯。咁當然再重複一次嚇，我係冇人工㗎。不過啦，咁啊，反正佢間公司其實離我屋企就唔係好遠嘅啫，咁啊都冇乜所謂啦。而其實啦，當時嘅我咧就完全係唔知道咩土木工程啦、咩土地測量啦有咩嘅分別㗎。畢竟啦，其實我返嘅大學咧就比較講求理論啊，實用性咧就爭少少㗎。我係嗰啲咧連即係呢啲嘅 plans 咧，我係唔知道用咩方向去捲啦、去接啦。咁可能好多人都會一見到呢啲 plan 會以為啊，白色嗰邊冇字嗰邊啊，咪係捲喺出邊嘅咯。嗱，呢啲就好似我哋中國大陸啦，咪成日最流行一個咩啊，講內卷啊嘛。咁但係其實咁樣係錯㗎，因為你睇嘅時候咧，你係打開嚟睇啦。咁你捲好嘅時候咧，其實出邊咧都會見到你公司個名同埋你 project 個名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啦嚇，咁土地測量係做啲乜嘢嘅咧？咁啊，其實佢一大部分嘅時間咧都係花咗喺外邊㗎，咁亦即係話啦，相對地嚟講，佢係一個對體力啊，相對係有要求嘅職業啊。我諗大家喺路上邊咧都應該見過土地測量師喺路中心啊，企喺度，可能你唔知佢做緊啲乜嘢，咁啊喺度咧同大家去簡單介紹一下嚇。咁啊，假設咧你間屋啊，嗰塊地咧係四四方方嘅，咁啊你要揾嗰塊地嘅邊界啦。咁我哋係要去到啊每一個街嘅路中心去揾一啲嘅地標㗎。咁呢啲嘅地標咧係會話俾你聽你所在嘅高度啦，同埋實際嘅地點。視乎唔同嘅地方啦，有啲可能係喺一塊鐵餅上邊，有啲係可能喺瀝青地下邊、一條燈柱上邊、係一棵樹上邊等等。如果大家行路嘅時候咧，有細心觀察過地面咧，應該會留意得到㗎。而佢哋咧有一啲咧會保留得非常之好啦，咁但係有一啲咧就因為不斷嘅路面工程咧，我哋係要花好多個時間，可能要打開個瀝青面啦，或者係啲油漆啦，甚或之係要爬上去斜坡啊，先揾到嗰粒所謂嘅鐵釘嘅喎。
咁無論如何啦嚇，咁其實喺揾到呢粒鐵釘之後咧，咁你就會配合埋你嗰個地契點樣寫啦，你就可以去揾到呢塊地嘅4個角落啦，同埋佢嘅高度啊。咁啊，然後再依據可能你設計好啦間屋啊嘅喺藍圖上面嘅位置，喺地面上面我哋就可以設立一啲臨時嘅測量點啦。咁啊，好讓呢啲嘅 contractor 去施工。咁呢啲就係我哋所謂嘅boundary survey 同埋 construction staking 啊。所以咧，呢個老闆咧成日都係同我講一句説話啦，就係土地測量師咧永遠都係 first in last out，即係話啦，工程開始嘅時候佢係第一個入去，工程完成最後咧佢都係最後一個出嚟㗎。咁啊，當然仲有另外幾種嘅，就係有一種咧就係叫 topographical survey，咁啊即係測量一下嗰間屋嘅地勢係點樣啦。咁大家幻想一下，如果呢個平地，咁你上面起間屋係咪會大過喺一個斜路上面起一間屋咧？咁呢個亦都係對之後你去土木工程嘅設計咧有住好重要嘅關係㗎。咁之後有機會再同大家去解釋一下啦。而除咗喺工地度工作之外咧，其實土地測量師都係一個去探究嘅歷史學家嚟㗎。畢竟啦，其實大家想象一下嚇，啱啱我哋提到嘅嗰粒鐵釘啦，嗰份嘅地契啦，可能已經存在咗喺呢個世界上面幾十年啊，甚至百幾年㗎咯，比你同我都更加源遠流長。我哋要去揾翻相關嘅文件，你先能夠知道嗰粒鐵釘擺咗喺邊度㗎。20年前左右啦，嗰個時間咧，嗰啲嘅記錄嘅保留咧，依然都係好傳統㗎。通常都係喺大家住嘅縣市啦，或者你嘅城市啦，嗰啲嘅政府部門咧，多數喺個 basement 度咧，你就會揾到佢哋。而喺呢一個時間咧，我又好似第一次見到美國呢個嘅國家一個可愛之處啊！咁好多人咧都會以為美國呢個嘅國家立國只係可能百幾200年咁樣啦，根本就冇話啲咩文化咩歷史可言。不過咧，其實或者就係呢個咁短，但係又冇發生過戰亂嘅歷史，令到美國其實有好多嘅文獻啦、好多嘅記錄啦，係保留得非常良好㗎。又或者好似大家去買樓嘅時候，都會做一個 title search，通常都會話俾你聽百幾200年前譬如大明佢將佢間屋就分成好多份啦，就分咗俾大明，跟住分咗去細明，然後大明同細明咧又將土地上面嘅某啲嘅權益咧，以 easement 嘅方式去分咗俾其他人。土地測量師咧就係要去分析呢度所有嘅歷史文件啦，加埋佢喺戶外收集到呢啲嘅所有嘅數據啦，以繪圖嘅方式畫出嚟，俾呢個屋主知道究竟佢真正嘅權益喺邊度咧，同埋協助之後去設計嘅土木工程師啦或者建築師啊。然後咧又或者阿細明佢攞到塊地啦，咁佢又覺得唔係好夠大喎，咁想同鄰居買3尺嘅地，咁想去擴建佢間屋啦。咁當然我又假設啦，你唔係某某國家，你可以隨便嘅去侵略人哋嘅領土啦。咁你要去修改嗰個嘅邊界，咁即係所謂嘅 lot line adjustment 啦。又或者啦，可能你有塊地係好大嘅，咁你將佢想去分豬肉分成幾份嘅，咁就係一個要經過公聽會嘅 subdivision 嘅程序啊。又或者咧，我之前我講地產嘅時候咪講到condominium 即係 condo 啦，係一個物業組成嘅方式，同你間屋嘅形狀啦，你有冇前後院咧？係冇一定嘅關係㗎，咁但係你又點樣定斷你買咗間屋之後，你同你鄰居之間嗰埲牆係邊一個擁有嘅咧？呢個咧就係大家去買 condo 嘅時候一定會收到，但係永遠唔會睇嘅其中一頁 condo plan 啊。而大家買樓嘅時候啦，地契上面都有個叫 legal description 亦都係土地測量師寫㗎。例如佢通常會寫乜乜號碼嘅乜乜map 嘅乜乜嘅 lot 嘅乜乜，可能西邊嘅最100尺嘅最東面嘅50尺又或者由呢一點向東行800尺，然後又向西北行1000尺，然後彎路又點，然後就翻到嚟原本個起點。不過咧又唔包括乜乜物嘅。咁又例如啦，大家可能知道啦，加州係成日有地震啦。咁地震之後，譬如假設一條街條長度短咗喎，咁假設嗰度有10間屋嘅，咁係大家嘅闊度一齊縮咗定還是只有某幾間會咧？咁呢度咧背後有好多土地測量嘅知識㗎。咁喺呢度咧都想同大家分享啲有趣嘅故事啊。好似我以前咧去測量嘅時候咧，有2個鄰居咧就有邊界糾紛啦，大家打晒交㗎啦。咁我哋去到就中立啦，係咪？咁我哋幫佢畫條線，咁就落啲釘啦。但係有一邊咧就好唔開心喎。有個情況咧，甚或只係攞埋支槍出嚟㗎嘛。咁我心諗就話：大佬，我冇人工㗎，你懟死我都唔係幾好啩，係嘛？
咁我又記得另外一件事咧，就係有一個女士啦，因為佢嘅鄰居咧將佢哋嗰邊嘅地勢抬高咗啦，咁啊然後咧就所有嘅去水啊落雨嘅時候咧就倒流翻去佢屋企。畢竟其實呢件事咧又喺南加州係好常見嘅，有好多人就係可能東僭建一個，西延伸一處咁樣，就唔會去諗去水嘅安排。咁啊佢又滿面就通紅啦，喊晒口咁樣，就唔知點樣做啦。咁啊土地測量師咧就係喺呢啲嘅環境下邊工作㗎。嗱，而喺呢一段所謂工作嘅時間啦，咁啊，好似我嘅事業咧得到一個新嘅方向。咁當然啦，呢個嘅目標我最後係冇100%去完成啦。咁但係如果睇緊呢個影片嘅你啊，對成為一個土木工程師啦，或者個土地測量師係有興趣嘅話咧，當你讀完4年大學之後咧，通常你都會考一個實習嘅工程師啦，或者個實習嘅測量師牌㗎，亦即係 Engineer in Training 啊 (EIT) 或者係 Land Surveyor in Training 啊 (LSIT). 咁啊，然後你做嘢一段時間啦，你就可以去考一個專業嘅資格，亦即係 PE 或者係 PLS。咁啊，希望嘅話咧，你亦都可以用呢個牌咧去開你自己嘅工程行或者係測量行。而 LSIT 呢個考試咧嚇，特別可能我嗰陣時喺呢間公司做嘢咧，去累積到知識嘅關係咧，我就覺得係相比起 EIT 嚟講咧，就唔係話好難啦。又正喺同一個嘅時間咧，我亦都考咗我嘅地產嘅經紀嘅牌照。咁我之前同朋友買屋咧，係有啲人都會誤以為我係啱啱考牌嘅，咁其實係唔係㗎？咁啊，我擁有地產嘅牌嘅時間咧，係比我有工程師嘅牌更加源遠流長啊！講到底都係我揾到嘢做啦，係咪先？咁啊不過咧嚇，我想表達嘅咧就係，其實你話地產又好，土木工程都好啊，甚或者係土地測量咧。表面上好似即係風馬牛啊，不相及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咧係有好大重疊嘅空間㗎，因為佢哋關心嘅都係一塊土地點樣去發展。咁將來有機會咧，再同大家講地產嘅時候咧，再詳細去解釋啊。咁啊，無論如何啦嚇，咁啊喺呢8-9個月即係所謂做嘢嘅時間咧，我係冇收過人工㗎。咁啊，但係亦都可能因為咁樣啦嚇，老闆願意分享俾我嘅知識更加多。咁啊，基本上啦，啱啱我提過啊，所有嘅事咧，我都有掂過噶。咁啊，當然啦嚇，我掂過就唔代表我真係100%了解點樣做嘅。咁但係呢一個咧，亦都係我人生之中咧累積知識最多嘅其中一個時間嚟噶。而掌握住呢啲嘅土地測量嘅知識咧，對之後我去做土木工程嘅設計咧，係有住舉足輕重嘅幫助噶。不過啦，同一時間嘅係咪都好現實嘅。咁啊喺生活上面啦，喺財政上面都有好大嘅壓力啊。咁所以迫不得已嘅都要換咗另外一間嘅公司啦。咁喺嗰度咧都學到其他唔同嘅知識啊，最後達到我哋今時今日嘅地位啦。咁啊呢啲咧將來我哋有機會就再講啦。而嚟到片嘅最後啦，咁啊，我都希望啊，如果大家淨係處喺你人生嘅低潮期咧，唔需要過分嘅氣餒㗎，咁啊，好多人都係過來人嚟嘅，咁其實就冇啲乜嘢係值得大家去自怨自艾啦，自卑自責㗎。每一個人嘅際遇都會有所唔同，只要你願意去保持一個樂觀嘅心態，咁其實咧就冇咩好去介懷嘅。特別啦喺美國呢個嘅國度咧。東家唔打咪打西家咯，咁啊就算可能我最後係冇做到呢個嘅義工都好啦，咁啊當然我其實而家諗翻轉頭啦，咁當然我係非常感謝我第一我阿媽啦，係咪先？即係幫我揾到呢個機會，同埋第二咧就係真係願意去教我咁多嘢嘅呢個嘅前老闆啊。咁但係其實即係就算我係唔做呢個義工，我去可能繼續做電話維修嘅工作，咁然後可能我會擴充呢個規模可能發展會更加好都唔定咧，係咪啊？又或者啦，即係可能我係簡直係完全冇大學畢業嘅，咁就算我去送外賣、去送超市啊，我儲定一堆嘅錢啊，擺晒去 VTSAX 去買 iBond 係嘛，然後喺度同大家做呢個全職嘅 YouTuber 啊，教大家呢個慳錢嘅心法係嘛，財務自由、提早退休又有冇問題咧？輪到一啲已經風燭殘年嘅人喺度説三道四啊！如果有啲人同你講凡事咧就好似我哋以前個年代咁嘅最緊要就要循規蹈矩唔能夠唔守規矩㗎。做人咧最緊要點啊？要以結果為目標係嘛？當你見到結果咧，就會點㗎啦。用結果咧就能夠收窄我哋大家嘅分歧。然後最慘係乜嘢啊？講完呢堆咁嘅廢話之後咧，就仲要再加多句喎。今日我冇講過嘅嘢咧，就唔代表我唔覺得唔重要嘅，唔代表我冇諗過嘅，係咪啊？一個社會如果只係充斥住呢一種廢佬嘅思維，就只能夠容納一啲阿諛奉承、抱殘守缺嘅管治者。
21世紀一個講求創意嘅年代，如果大家有一件事係好有熱誠去做嘅話，又點解唔去放手一試呢？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啊！咁都希望今集咧係可以幫助到各位迷失嘅小羔羊啦。今次唔係3隻小豬啦。有任何問題咧係歡迎大家喺下面留個言啦。如果你對土木工程啊、土地測量啊或者地產等等相關嘅資訊咧有興趣嘅話咧，亦都可以留個言嘅。都希望你可以like同埋 subscribe 啦。咁我哋就下一集再見啦，拜拜。